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上次做了一下家门鼠的视频，就有很多人跟我私下反映，绝兔不是兔子吗？怎么可能是家门鼠？你是不是在瞎说啊？对此我统一回复一下，家门鼠并不一定都是老鼠，官方对家门鼠是这么区分的：凡是啮齿类的宝可梦都是家门鼠系列。这也怪我一开始在视频里面并没有说清楚。好了，现在进入正题。应粉丝要求，今天就要盘点一下神奇宝贝里的所有电鼠。说到电鼠呢，肯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皮神了。那么除了皮神，还有哪些呢？第一种，皮丘和雷丘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了。皮卡丘是电鼠，那么它的进化型和退化型肯定也都是。皮丘是非常小型的浅黄色老鼠宝可梦，它们虽然也能使用一些电系绝招，但是却非常不擅长储电，这也就导致了它们每次放电的时候自己也会晕倒。而雷丘的话，它们一次性能储存非常多的电力，而且还会使用很多格斗系的绝招。第二种，正电拍拍和负电拍拍，正电拍拍和负电拍拍都是加油宝可梦，它们有着为自己的同伴加油的习性，在对战的过程中，它们可以协助自己的同伴作战。如果伙伴快要输掉的话，体内迸发出来的火花数量就会不断增多。正电拍拍和负电拍拍应该算是 CP 了，它们经常在动画中一起出现，外形很相似，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隐藏特性了。正电拍拍的隐藏特性是避雷针，而负电拍拍的则是聚电了。第三种，帕奇利兹，帕奇利兹是第4世代里的电鼠了。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小光的帕奇利兹。本来小光已经通过对战收服到了它，但是因为帕奇利兹太过于活泼，给小光带来了不少麻烦。小光于是决定将它放生。放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帕奇利兹还是舍不得小光的，但是小光还是狠下心来将它放走了。然而没多久，小光就后悔了。于是，在小智和小刚的劝说下，小光决定再一次收服它。这次呢，因为有武藏这个第三者的插足，就有了一些曲折。但好在帕奇利兹并没有怪罪小光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小光身边。小光因他参加了很多场华丽大赛，他也为小光争夺了很多荣誉。第四种，电飞鼠，电飞鼠是神奇宝贝第5世代里的电鼠。说起它的话，肯定就要提到爱丽丝的那只了。爱丽丝的电飞鼠是个女孩子，脾气可以说有点任性呢，非常不喜欢对战。爱丽丝曾经想要训练她对战，但她却经常使出福特交换，让其他宝可梦代替自己上，这一度让爱丽丝很头疼。但其实电飞鼠还是很看重爱丽丝的，当爱丽丝不重视她时，她就会很生气。曾经因为爱丽丝误会她伤到了雅雅，而假意投靠火箭队。她的计策是这样的：先帮助火箭队抓到皮卡丘，然后再背叛火箭队。这样一来，爱丽丝又看中自己了，这可以说比较有心机了。但也正是因为这点，小智的腾腾蛇非常看不惯她，经常会和她吵起来。另外值得一说是，电飞鼠有着电气引擎的特性。什么是电气引擎呢？就是免疫电系攻击，且受到电系技能伤害时，速度还会增快。不过这点，爱丽丝的电飞鼠并没有表现出来。第5种，东东鼠，东东鼠是电系和妖精系神奇宝贝，非常小型的一种电鼠。在 XY 中，希特龙就收服了一只东东鼠，并交给了尤妮迦保管。由于一直和尤妮迦在一起，东东鼠与尤妮迦的关系非常的好。另外，东东鼠非常注重感情。在小智决定放生野美鹿茸的时候，除了小智，他应该是最伤心的那个了。另外，在 XY 大结局的时候，因为旅行结束，众人即将分离，东东鼠因为舍不得大家，直接就跑了出去。在经过一番劝说后，东东鼠才接受了要分开的事实。第6种，托格德马尔，托格德马尔是电系和钢系神奇宝贝，第7世代的电鼠。马马类的托格德马尔是雌性的，它貌似对小智的皮卡丘有好感，每次兴奋的时候都会变成球滚到皮卡丘身上。在再见了马尔类的那集中，他以为自己要和皮卡丘分开了，非常难过。剧情反转后，他又破涕大笑。另外，他和马尔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，他经常会给马尔类的电脑充电。在马尔类因为怕黑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他则会用电力放出微弱的光来陪他一起入睡。最后值得一说是，托格德玛还有避雷针的特性，在日月的动画中曾多次展现出了他这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神奇宝贝里的所有电鼠宝可梦了。稍微总结一下，除了皮卡丘家族外，其他5种电鼠都是不能够进化的，就连退化型都没有。还有自从第4世代起，小智的同伴中都会携带一只电鼠，这就为旅行带来了不少的乐趣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。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